你为什么当律师？三管齐下，治疗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的龙母壮骨颗粒。邀请您收看《女士的法则》。点萃奇迹精华，邀您观看《女士的法则》。许律师出国几天人都不认识了。宋律师，宋律师来机场出差啊？怎么说呢？我这是特意来为许律师接风洗尘，不知道许律师赏脸没许可。我先去洗个澡啊。10几个小时飞机都快累死了。哎，你把那个给我。我先去洗啦。那我先做饭了。好。兄，哎，你帮我把那个洗面奶给我拿过来。哦。是这个包吗？宋兄，你给我看看，我眼睛上是不是有泡泡，好痒啊。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试着情绪在交替，灰色的游戏，回忆总会褪去，时间会来冲淡一切，曾经的、失去的、脆弱的、不安、遗憾的、失落的，每一刻的孤单都会有答案。妈，你睡了吗？要上洗手间？不去。我今天挺高兴。什么事儿那么高兴？你回来陪我了。对不起，妈妈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想到律师这么忙。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做律师。为什么？你的工作我倒是看明白了，每天一睁眼就是那些糟心事儿，还帮别人解决麻烦。麻烦这东西了解多了，满满的负能量，
我可不想和你一样。那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游戏主播。你想的倒是轻巧简单，游戏主播，人家私底下有多努力，你看见了吗？你想干成一件事情，不努力怎么行？得拼命，付出辛苦。那你为什么想当律师？哦，因为外公。因为公平。律师就是帮别人维系公平。那你觉得生活对你公平吗？你哪来那么多问题？你小脑袋瓜里整天想什么呢都？行了，赶紧睡觉，睡觉。宋修，宋修，宋修。洗了是咋？咋？这包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啦，男朋友送的。那可不好说是真是假。哦，对了，刘芳，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真的啊，谢谢。国内都买不着。我特别喜欢这个色号，谢谢。没有吧？洋洋妈妈，洋洋最近注意力比较分散，学习成绩下降了很多。我问过詹姆斯，洋洋好像对父母的关系比较担心，所以我今天找你过来问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孩子的面前发生过争执？没有，我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发生矛盾的。我跟洋洋的爸爸，我们两个平常都特别注意在孩子面前的态度。应该不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正值青春期的门槛，可能会比较敏感，再加上洋洋也是比较早熟，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一些。我建议你们做父母的能够抽个时间陪孩子好好的聊一聊，看看洋洋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心结。知道了，谢谢马老师。我会多关注他的。好。哎呀，这次胜利集团的案子，目前看来你和陈冉都做得很好。这次如果没有陈律师的配合帮助，我自己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哎，这次去卢塞恩有什么收获吗？是不是收获很难说，我也不敢下定论。讲讲。
陈主任在卢塞恩有一个爱人，就是行程单上的名字。你确定？我看到了他们的全家福，还和瑞彻张聊过，很肯定。而且，对于瑞彻张，陈然也是一无所知。玩的还挺好。到时间喽。我爸什么时候来？不会又要加班吧？你爸最近不忙，下了班就来了。那差不多。洋洋，我跟你爸爸在你眼里都是大人，对不对？对。哦，那我们大人除了家里的事情，还有工作上的，还有其他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两个如果没有经常在一起，或者因为什么事情起了争执，并不代表我们两个感情出现了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和我说这个？这诡计里。今天你们马老师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一趟你们学校。他跟我说了一下你最近的情况，你在学校的表现。一定是詹姆斯这个大嘴巴和他说的，早知道不告诉他。哎呀，人家跟妈妈说是因为人家都担心你，知不知道？妈妈真的没有骗你，我跟你爸爸的感情很好，没有问题。或许现在没有。你怎么这么说？以前你们也吵架，但是没有人离家出走。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你爸爸去东北是因为工作，跟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班赵小友他老爸也在外地待了1年，去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是为了赚钱换大车接他。结果他再也没有来过学校，直接在外地就给他生了小弟弟，现在每天大车接的就是那个小弟弟。赵小颖是赵小颖，你是你，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我和你爸爸都爱你，爱这个家。相信妈妈好不好？好，这样，等你爸爸去了东北，我带你去查岗，去看他，行不行？你自己去就得了，别拉上我。我时时刻刻监督他，监控他，必须监控。哎，这儿呢。师姐，这是你要的资料。好。你让我调查的这个人，中文名叫张青兰，年轻的时候长得挺漂亮的，以前是静海小有名气的美女记者，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主动放弃了铁饭碗，辞职不干，出国了。哦，对了，20年前，陈主任作为知名律师接受过他的专访。另一个人叫陈科，在国外出生，但是是中国国籍，现在在江州政法大学读大4，快毕业了。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了。知道了，谢谢。不用谢，我进明堂的事儿还得靠你呢。过2天明堂会有面试的，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好的，好的，师姐。哦，对了，这是我给洋洋的一点心意，里边零食种类挺多的，希望她能够爱吃。替洋洋谢谢你。哎，下次不许带了。哎，好。你赶紧忙去吧。好，那我先过去了。
成泰律师事务所的前台。欢迎，欢迎。这是我们成泰的会客区，这里面是刘主任的办公室，他负责行政，大家以后有需要报销的，必须经他手。这里是林律师的办公室，他擅长体育方面的案子。黄主任办公室，他是我们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成泰的创始人。这里是我们的大会议室。罗太太，我相信您之前的委托律师也肯定跟您说过，联创集团呢现在涉及到非法集资，但是在我们国家呢没有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与其相关的罪名一个是叫集资诈骗罪，另外一个是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个我了解的，我是想知道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展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争取将联创集团的涉案行为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换一句话说，我们确实是吸收了资金，但是我们确实也投资了项目，而且债权人他们知道我们所投的项目是什么，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达到所向他们承诺的利息回报，并没有形成故意诈骗，以此呢在量刑上争取让法院从轻判理。现在呢，我们联系了部分的债权人，签署了谅解协议书的有3个人，有意向签署谅解书的有10个人。我们现在呢正在努力的争取联系其他的债权人，以补偿和分期付款的方式让他们形成谅解，争取减刑。那你就尽快多说服些人。真是好笑，他们是不知道投资有风险吗？对了，罗太，您之前给我们提供的资料，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缺失。我们现在还需要联创集团这2年和这个相关项目的交易合同、资金往来凭证和投资人、债权人的沟通证据。所以呢，这件事儿我希望您能尽快的和明堂的相关人员联系一下，好吗？谢谢。谢谢你们，还得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才会有今天双赢的结果。你们知道吗？我跟魏莹从一个8平米的办公室慢慢创业的。夏天缺电，冬天缺水，一步一步的积攒业务，创立起了胜利集团。弄成今天这样，我们都有责任。我不甘心。我想魏莹更不甘心，但是这就是市场，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自然规律。谢谢你，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个林广树，现在被内外夹击，他的兄弟把他害惨了，居然还给他机会。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早就有预感的，毕竟2个人做朋友那么多年。人是最会伪装的动物，越是多年的朋友，越是猜不透。大部分的经济纠纷案都是发生在朋友之间，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保持边界，不然就会被骗得太惨。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哪里有法律上规定的那么清楚啊？他们2个能走到一起，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不是我们任何第三方能看得懂的。其实我们这次赌的，就是他们2个人还有朋友的默契和情谊在里面。案件是有时效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一辈子的难题。有时候我们相信的那些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假象，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残忍的真相。如果是你，
选哪个？那要看，哪一种对大家都最好吧。看我干什么？看你现在背后有慈母的脸。你还好吗？还好。需要喝一杯的时候可以找我。洋洋好点了吗？好多了。怎么这么憔悴啊？是哪儿不舒服吗？妈妈，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说吧。在瑞士见面了。你都知道？感情里如果出事儿的话，当事人肯定是第一个知道。那这么说，你们一起骗了我这么多年？也不能这么说吧。首先，我认为这是我和陈文光之间的事情。第二，当初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怕影响你。当然，这也是陈文光苦苦哀求的结果。第三，这件事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根本都不愿意管它。那你不觉得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吗？这件事儿对我公平，这是你爸造的孽，他在还呢。所以你希望爸爸坐牢，对吗？没有什么希望和不希望，准确的说，他的事我不关心。再说了，谁不是土都埋到半截儿的人了？把自己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你也一样。轻口摸进黑暗，沾染深邃的蓝，像谁的孤单，也期盼有人作伴，心事肆意交换，衰落尾随我的走过曲曲折折的弯，那个瞬间相见恨晚，才把遗憾不甘从此笑看。我们的交汇是不期而遇的美，人山人海间一眼明媚。随梦都放飞，吹散来时的尘灰，了然故事结尾，和你分配。你听我看着吧，你看去哪？没事。哎呀，你刚回来，还是你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安然，你会背叛我？你怎么想到问这个？怎么了？没事。我觉得你呀，就是最近太累了，好好回家睡一觉啊！我在这陪着你，这边放心吧，有我呢，我进去看看。睡，回去啊。不管幸福描绘多迂回。我可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到访啊！查岗呀？怎么能是查岗呢？新买的，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我一会儿可有约了。谁啊？跟我抢案源？跟你抢案我们的人多了。不过会把我家整理的整整齐齐的，就只有宋管家了。我觉得呀，你不能只看到这一面，对吧？其实我这个人身上还是有其他很多优点的，你要多发掘。哎，你这鱼缸放硬币收藏啊？对呀，我喜欢硬币的味道，收藏是我的爱好，我需要它每天都提醒我。把你手机借我一下。查完岗还要查我手机呢？怎么能呢？不是那种人，借我一下。不是那种人。真的。不许看我信息。不会。不许看我账户。不会。不许看我相册啊。不会。笑什么啊？你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提醒你有个人在爱你？你真的是太幼稚了。除了工作，生活里还是幼稚一点比较有意思。这么晚了，谁啊？抢案源的人。那我得看看。看什么看？走。谁？先躲房间去。谁？谁？哦，这谁？陈冉，陈冉。鞋子。来啦！来啦！来了来了！啊，有酒吗？啊，给你备好了。坐。你晚上不用陪护啊？啊，不用。海人在医院里陪着呢。心里还是不好受。啊。我去找过我妈妈了，我妈妈一直都知道。所以你觉得双重背叛？是信任失衡吧？那你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件事？嗯。可笑的就是这一点。我结婚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也就是前几年，他们两个才开始分居的。我当时想，可能是年纪大了，需要各自的空间吧，从来都没往别的地方想。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他们真的是不合适，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爱，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是在努力维系这个家庭。这个我知道。就是觉得有点荒诞。荒诞的事情多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奇奇怪的事情，而且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承受，自怜自艾是没有用的。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还会这么淡然吗？别想要套我话，我可不会用我的痛给你疗伤。谢谢。你爸你妈没有离婚？没有。确定？也许吧。那你觉得你爸被抓的事儿跟张青兰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之前我一直坚信的事情，都在被颠覆。我现在不想多想其他的事，更不愿意怀疑我爸爸在法律层面上会有什么问题。那你老公呢？你老公知道吗？不知道。没有想跟他聊一聊？家里的事情就够乱了。他虽然不说，但是我知道，因为我这边的事情，他会觉得很心烦。我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他可以。所以你觉得他去东北是为了逃避？其中一个原因吧。之前他确实为我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也不能一味那么自私的，只让他做出让步。还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让他做出让步，所以感到焦虑呢？你这是崩溃疗法，打不倒你的才能成就你，说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强。而且你今天过来找我，不就是想说说的吗？对。除了你，真的没有可以说这些事情的人。OK， 那既然没有竞争的话，我就要坐地起价了。毕竟听人吐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以我现在的财务状况，恐怕我要赊账。没关系啊，我先给你欠着。问你个事儿，你知道哪里能弄到那些古董硬币吗？咱们静海嘛，玩不多，你可以去那些古董店看看，网上找找也行。我就知道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所以兄弟这回真认真了？当然了，对他我从来没有开过玩笑。行了行了，你这酸臭味儿啊，都从电话里飘过来了。祝你成功，挂了啊。哎，对了，万东，这次在静海待几天啊？哎呀，这不是急着来处理2件事啊，明天就得回去。哎呦，你啊，真是公务繁忙，还想约你打场球呢。静海新开了一个球场，特别棒。哎呀，那可惜了，没事，下回。哎，老陈的那个案子怎么样了？哦，已经进入议审了。什么时候能判？我说万东啊，您大可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啊。预审不代表定罪，是不是？再说老陈你也很熟悉吧？嗯，他是被连累的，我们应该相信他。我们明堂啊，除了老陈，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律师。对，之前跟你们飞来一合作，不是也挺好的吗？来，所以我听说啊，最近你们啊又打赢了几个响当当的案子，嗨，应该我祝贺你。来，谢谢。啊，这个明堂和飞来英已经合作5年了，一直很愉快。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别人没法比的，您说呢？但是呢，我们做企业的，总得顾及一下自己的名声。过客对我们，那也是要货比三家的呀。这跟你做律所也一样啊，不仅要考虑自己这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
对吧？那就是说，万董已经有其他的选择了。哎，我呢，倒还没有考虑过。但是江总监他们好像有些顾虑，正在多方接触。来，喝酒。师傅，进来。王律师，师傅，李主任今天约了万董一起吃的午饭。飞来音呢，肯定是要更换律所了。这种大客户的变更，对每个律所来说都是很不利的。那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主任去维系关系也是很正常的。陈主任出事儿了，您觉得李主任能搞定他吗？或者是说，李主任搞定了这个案子，是不是还是要给二组啊？我觉得你以前的工作是不会白做的。对了，最近万董那边有没有联系过你？他吧，也就是跟我发微信，互相问候一下，倒是没有跟我表露出任何不想合作的意思。师傅，这件事儿你是不是有点过于低调了呀？您跟万董事长夫人关系那么好，干嘛不争取一下呢？我想想。喂，万总。没事，我知道您忙，要不然我过去找您也可以啊。好嘞，那咱们下午见啊。再见。好的。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陈科。陈科。谢谢。师傅，我最近走访了20多名联创集团的客户，他们也是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口中，联创集团就是个吸血鬼。我还调查了联创集团之前的日利率调整，我发现联创集团利用漏洞，非法榨取客户的财产。这些客户都愿意出庭作证。小冉最近怎么样？还好吧？小冉挺好的，您放心吧。前2天他还去瑞士办理胜利集团的案子。他去瑞士了？是啊，刚回来。回来跟你说什么了吗？没有，回来还没有见面呢。小冉，身为律师，又是我的女儿，她非常想帮我。但这个案子，如果她和你一起介入调查，的确有很多不方便。如果她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帮助的话，你要帮一帮她。好的，师傅。赵先生，还好我没记错律所，徐大律师，我上次就注意您了，你可真是一讲义气的人。赵森，是他们2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赵先生，先说说你的事情经过吧。是这样，我1个月前呢，我在正品购上找到了井上雄彦。这个人在澳洲做代购，我花了28000块钱给我女朋友琪琪买了这个芬蒂尼的新包，结果呀，这是个假的。购物链接有吗？赵先生，请问你是怎么发现你这个包是假包？我女朋友跟她闺蜜吃饭，她闺蜜呢也有个一样的包，人是在米兰专柜买的，2个人就做对比啊，发现这个包做工跟质感跟那个差了太多，很明显就是一假货。
这个包你是在购物平台上买的，对吧？嗯。那你有联系过正品购吗？他们应该有相应的维权流程啊。我试过了，平台呢让我申请退款，卖家又不承认自己卖的是假货，又说卖出去的东西又不能退货，不能退货就不能退款，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赵先生，就算你认定这是个假包，但是在法律层面上是很难证明的。可是就是个假包啊，你法律就不保护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权益了？赵先生，您先冷静一下。这样吧，您说一下你来找我们有什么诉求？我要他还我这个买包的钱，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失费？赵先生，你的这个案子不满足精神损失费的赔付条件。但是我刚才看了井上雄彦的这个网店上写着假一赔10，所以我们可以帮你争取10倍的赔偿。多余购包的钱应该可以弥补你精神损失。10倍是28万。但是实际操作起来10倍赔偿还是有困难的。虽然困难了点，但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如果我们帮你争取到了10倍的赔偿，我们就要收取30%的律师费。当然了，这个比例呢是高于一般代理标准的，只是这个标的额太小了。如果用于行业标准收费的话，这个案子我们是不会接的。是这样的。可以，可以。不疼吧？哎呀，我真的没事儿，没动肯定疼。哎呀，真是。慢慢，哎，看着路，别着地了。哎，好，还是我外婆这是烤完肠，咱也能换饮料。你要是喜欢，你们随时可以拿去用。可是你妈这人太讲原则了，那从来不占我便宜，要面子呗。要是我妈有什么好东西，我肯定给她搞回来。哼，你以为这是好听的话，优点啊，还在你姥姥面前炫耀？这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学着点。慢一点，慢点。哎，担心别碰着地了。我下试一下，等一下。走，没事。好，那个棍儿先下去，脚别挨地。你扶着他，我去拿一下东西啊。好。等会儿你把身子转过去，等一下，好，这个给妈妈。能坐上去吗？能。来，这车能降低了啊。你把那杆儿也拿过来吧，也搁后面啊。来，放这头。好了。Falling to the sunset， 随光走远。所谓时间，也无法让回忆凸显。I search for truth, my friend, among reason and emotion。孤单的人慢慢数时针，被谎言压进几分，没有答案。曾经的羁绊也被光阴打散。It's time to move。